无所谓是吧？不是啊，怎么样？我们重庆市公安局的。我知道你是公安局，你又怎么样呢？出来坐。什么事啊？我又不是案人。你怎么拿我的手机啊？我的手机。干什么了你？坐了，怎么想拿我的东西？坐了，玩笑。到频道一那集，那刚才看到在镜头前疯狂上嘴脸的那名中年男子啊，虽然身穿军装，却是一名假冒的军官。假军人遇上了真警察，还想掰扯几个回合，那嚣张程度，放眼整个罪案历史也是相当炸裂。一切就因为他们利用假身份给人画大饼、洗脑培训、坑害数十人、诈骗上千万。所谓90万亿的大项目，只是一个泡影。2017年，重庆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是一个经营火锅店的老板谭某。谭老板说自己有个好朋友叫熊健，有天呢，这个熊健找到谭老板啊，神秘的说自己手头有一个马上在重庆动工的军方大项目，干的是坦克基地、导弹基地和粮油储备库等等，只要能拿到承包权，可以赚到上亿的利润。还说呢，因为这个工程体量巨大，而且性质特殊，那牵头的是军方的一名大人物，而那名军官正是自己的舅舅。如果谭老板愿意通过这一波赚点钱呢，自己就可以帮着去疏通这里边的关系。总之呢，是一个绝对有回报的投资项目。想赚这笔钱，闭眼无脑投钱就行了。那谭老板本身就是生意人，能有钱赚的事情当然是感兴趣。而且这个项目呢，利润如此丰厚啊，听后更是心动。结果在熊某的撮合下呢，先是进行了少量的投资，但这次掏钱的动作只是一个开始。那谭老板的钱在之后的时间里只出不进，接下来的大半年，熊健以项目前期维护关系为由，陆续从谭老板手中拿走了300多万元。谭老板也没有察觉到有问题，那期间也想着让熊健带自己去工地看一看，见识见识。但熊健回答这是军方工程，那哪是普通人能随便打卡的地方啊，要保密的啊，由此就给搪塞了过去。谭老板依然深陷其中，感觉问题不大。那面对好兄弟口中手拿把掐的丰厚利润，相比之下呢，300万简直就不足挂齿。然而1年多过去了，钱呢是越投越多，利润上亿的大工程却连影子也没见着，一点消息也没有。好兄弟熊健也对自己是避而不见，心想啊，别再是被骗了吧。于是他决定向警方报案。因为他说的这个大工程呢，是修建军方的各种基地啊。出于谨慎呢，警方先和部队联络进行了核实，结果发现呢，这从头到尾啊都是骗局，根本就没有这些军方的项目在当地进行。那熊健所谓的军官亲戚啊，那也一定就是谎言了。重庆经侦总队立即立案调查，并将中间人熊健抓获。然而熊健本人也是连连叫屈，声称自己啊也是被骗的受害者，他也是被一个姓唐的军方大校给骗了。那大额投资最终是有去无回啊，只能是说把好朋友也给拉下水，尽量弥补经济损失。应该这样说吧，在2016年3月份的时候，3月底的时候，我基本上就确认了这是个骗局，但是我选择了没有告诉谭超。熊健前后总共转账150万元给唐某。那除了这位唐大校，他还认识了一个自称少将的徐某，那正是这两人信誓旦旦声称手中握有军方的大工程。熊健在和他们接触期间呢，对方还把自己介绍给各种军队高官啊，都带有随身保卫啊，感觉都很有威望，所以每次看见他们都是毕恭毕敬的。警方向部队请求协助核实后呢，确认根本就没有这2号人。同时在对这起涉军诈骗案进行深入调查后，发现这被诈骗的受害人还有很多。那随着一个90万亿的工程项目逐渐浮出水面，工程承包商毕老板也是这90万亿大饼的受害者之一。毕老板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唐大校，那第一次见到身穿军装的几位领导啊，就被镇住了啊！对方说的话更是超出自己的认知。他们说啊，现在这个国家修码头、修公路，投资金额高达90万亿。虽然毕老板也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多年，见过不少大风大浪，可这么大规模的项目还是第一次接触。体量大，利润大，这一把干了，这一辈子可以不干了。那他可以接触到2个工程所需的这个土石方，一个是2500万立方，另外一个是3000万立方。那毕老板粗略的算了一下，利润居然接近11亿啊！被冲昏头脑的毕老板为了顺利拿到承包权，全程安排几人在重庆的一切生活开销，还给他们在大酒店
配置了会议室，各方面打点的是滴水不漏，这样才终于和唐大校签了2份合同啊。但签合同的时候呢，就发现合同里没有写明项目名称、地点、工程的属性这些内容。那对方回答，正因为是军事项目，所以是必须要保密。那尽管毕老板心中有些疑惑，但仿佛已经看到11个亿在向自己招手，还是义无反顾扎进了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之中。像毕老板这样想赚大钱、瓜分上亿利润的人有很多啊，那些老板同样不惜花重金安排这些大人物吃喝玩乐，还给他们去塞大红包。那领导开心了，才会先收到一个口头承诺，说这个项目可以给你做。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进行一些培训，那就是要收取培训费了。那这个唐大校还表示，由于工程的特殊保密性质，那这种开工前的培训呢是必须严格遵循的。因此，包括毕老板和其他工程承包商都参加了培训。每次培训的地点都是选在酒店会议室温泉度假村和这个农家乐这类地方。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会陆续提高培训等级，然后继续收费，从9000到3万，然后到9万。培训费是一次比一次高。那交了钱培训以后呢，还要进行考试。那实际上这就是他们那个敛财的一种手段收到培训费以后呢，当天晚上他们就进行了分赃。那分了以后再去挥霍，纸醉金迷。但作为强势拿捏的一方仅仅几千上万的这个培训费，完全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更不会轻易放走这些主动把钱送上来的受害人。为了让工程更加逼真，那钱来的更多更快，唐某虚构了一个名为中国建设的应用程序，说如果不成为中国建设的会员，那么现在和以后就都没有机会取得承包权了。而入会的前提是一次性缴纳会员费180万元。但这个180万呢，不签署合同，只是承诺给你这个机会，还要一切都遵循他们的管理模式。但交了钱之后的人呢，最低都能拿到一个大校级别的官职如此繁琐的流程和高昂的费用虽然很不合理，但机会嘛，就是与风险并存的为了那诱人的回报，受害人呢都选择咬牙继续跟进，硬着头皮把钱怼上去，几百万的钱也交了，课也上了。可是工程的事却迟迟没有进展，这让包括毕老板在内的很多人都十分心急。结果唐大校更加强势，经常就说一句话：要是相信你们就等不相信那你们就去干你们的事情去。可那些老板们都已经花了那么多钱，眼看对方也不会再有退钱的动作，那只有等待这一条路了。正当很多人都感到不放心的时候，一个盛大的开工仪式开始了，一下子就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可是这个启动仪式之后呢，又没有了后续，90亿的项目就这样忽远忽近，时刻拉扯着受害人的内心。反正有无数次都是15号到20号，每一周都是星期一政府开会没空，星期二过去等通知，星期三做好准备，星期四如果行，星期四办，星期五就领东西，如果不行就是下周星期二，就这个样子重复的话，重复了1年2年。就在受害人苦苦等待工程开动、万分迷茫的时候，那唐大校又在做什么呢？他们不光利用假军人的身份骗取钱财，还充分发挥自己招摇撞骗的本领同时交往了多位女友，用骗来的赃款给所有女友买了房产。每天要做的就是做好时间管理，带着不同的女友在外面吃饭喝酒，然后洗脚打牌。警方在得到毕老板等人报案之后决定即刻抓捕犯罪嫌疑人。抓贼！控制！看，房间里有人不？至此，整个诈骗案件的主谋唐大校终于落网。那长期的角色扮演让唐某入戏太深，即便被抓到以后呢，他还感觉自己是领导，沉浸在军官的角色里面无法自拔，在家里吆五喝六和警员对峙，在警方不断工作之下，才把他从梦里给拉了出来。那警方从唐某的住处和办公室里搜出了成堆的军服、证件和大量假冒的部队文件。唐某落网之后呢，交代他们这个团伙有10名共犯，早在2005年就开始在云南实施了假军人诈骗，主要是以部队工程、子女入军校为由行骗。那之前东窗事发过，所以集体跑路，沉浸多年后又开始在重庆干起老本行。因为有很多受害人都忌惮他们的这个假身份，所以在被坑害之后呢，就没有选择报警。总涉案金额已经过1000万。那警方仔细摸查后呢，顺利将这个团伙给端掉。多名嫌疑人相继落网。
可正在警方准备结案的时候，又发现了一条漏网之鱼。虽然不在重庆啊，但是处在平行宇宙上海的吴传平，他所 cos 的形象是少将，盈利模式和重庆团伙完全一致，骗取钱财数百万。那深入调查后发现，吴传平也是有着10几年的工作经验，无时无刻不穿着假军装，还创立了影视企业公司。身为董事长的他，管理着多人的团队，甚至还有法律顾问。整个公司的人啊，都以为他是真的军人，而且他还会经常出席各种活动，看起来挺位高权重的一个人。很快，警方锁定吴传平的长期落脚点啊，是在上海一个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就决定立刻对其实施抓捕。当吴传平意识到警方赶来，在外面敲门的时候啊，心虚的他就直接钻进了套房的房间。警员们进门后看到套房里面插着国旗，还摆放着各种假冒文件，不断敲房间的门之后呢，才把他给揪出来。那发现吴传平已经穿上了制式军装，俨然一副部队高级干部的装束，那开始对他进行询问。但吴传平的求生欲让他爆发出了一生中的最高光时刻，那试图用这种炸裂的演技来抗拒执法。哎呦，这么大级别，这么高级别啊！那能假吗？你是哪儿的呀？上面牌子不写的吗？什么单位的呀？联合参谋部的嘛。这个年代谁敢作假？哦，那你介绍介绍呗，你是什么？我有什么介绍？有什么好多介绍的？这个国家就一点机密没有了吗？你是哪年当的将军啊？哪一当军你还管得着吗？哦，管不着。你去到有关部门去问吧，很简单。哦，吴传平的气质让我不得不想起另外一位姓吴的老朋友。我怕，我现在我什么都不怕，我怕我哪都不怕啊！即便面对警察，吴传平依然态度蛮横啊！当民警提出查看证件的时候，这吴传平先是战术点烟，然后大发雷霆。你没有资格叫警备区来检查，什么局长？我犯什么罪？问你2017年4月7日，我犯什么罪？这是我们的法律手续。什么法律手续？我犯什么罪？在整个过程中呢，吴传平也是入戏太深，试图用假身份喝退警方，蒙混过关。那气焰嚣张，但却又被当场揭穿。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当天是军警双方的一次联合行动，警方早就掌握了他冒充军人实施诈骗的罪行。在真正的军人面前，吴传平再也演不下去了。再嚣张的架势，在正义面前，最终也会变得乖巧。我是中央军委保卫局，今天专门为你这个假军人过来的，知道吗？啊，现在你明白了吧？可不可以查你？可以，可以处理你吗？你可以，对吧？你是中央军委保卫局，当然有权处理我了，这很正常的。警方在他长期居住的总统套房搜出了大量的赃物，各种名牌香烟、白酒和现金。10几年的从业经历，他的工作服，也就是假冒的这个军装啊，样式非常齐全。一对冰凉的银手镯，彻底结束了他多年的将军美梦。根据刑法第372条的规定，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的评价是吴传平不如吴廷彪，这两人都是冒充特殊身份，态度强势，入戏太深。可是上下一约分，勇闯监狱提犯人，保外救回家的吴廷彪剩个彪。给军人形象抹黑又坑害公民财产的吴传平只剩个坏啊！因为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还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那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说，3倍以上的利润就能让资本家疯狂。那画大饼的人也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受害人看到了诱饵，在无法确定真伪的情况下，那更多时候只希望用运气去对冲风险，把自己置于被动的局面，直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肯相信自己遭遇了侵害。那么该如何不被骗呢？8个大字：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遇事心存敬畏，小心谨慎，不要上头，综合考量之后再做决断。那相比于天降好运，更需要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谋略，脚踏实地，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热爱，就谢你了，拜拜。